这是一个穷屌丝，但因为借了别人一件衣服穿，从此成为高富帅，走上人生巅峰。到底是什么衣服这么神奇？听我讲下去。其实衣服并不神奇，只是一件普林斯顿大学的校服。男主顶替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到一个聚会上演奏钢琴，因为身上穿着借来的普林斯顿校服，被一个超级富商看到了。富商说：“我儿子以前也是普林斯顿上学，说不定你们认识。”男主不想错过这个结识富商的机会，于是就撒了个谎，说他们认识，就此开启了开挂人生啊。第二天，富商给了男主一笔钱，委托他办一件事，让他把远在意大利逍遥快活的儿子劝回美国。男主深知自己不认识他儿子，想要拒绝，但不好意思开口，而且面对丰厚的报酬，也确实心动。于是来到了意大利，凭着照片和地址找到了在海边晒太阳的富二代。在一堆古铜色皮肤的有钱人堆里，男主像只白斩鸡，一看就不是来度假的。他故意不经意间经过富二代身边，叫了他的名字。富二代对他全无印象，根本不记得有这样的校友。但他的女友很热情，邀请男主一起吃个便饭。到了富二代家，富二代问他 Everybody should have one talent. What's yours? 男主说 Forging signatures.Telling lies, impersonating practically anybody. 富二代说：“你竟然有3项天赋，表演一种看一看啦。”然后男主就模仿富二代他爹说了一段话，这让富二代汗毛竖立，简直就是亲爹在说话，太像了。顺便提下，男主的模仿能力超一流。前面说过，他顶替一个普林斯顿学生在聚会上弹琴，其实他是一个穷屌丝，没正经学过钢琴，而是因为长期在剧院后台看别人弹，然后就学会了。说回来，接着男主用富二代他爹的口吻表明来意，说我这次来是劝你回家的。富二代当即拒绝，并叫男主自己回去。看他这么坚决，男主假装告别，然后故意从包里调出一堆爵士乐唱片。富二代一看惊了，原来你也喜欢爵士乐啊，他乡遇知音啊。这下富二代死活不放男主回去了。实际上男主在来意大利之前就摸透了富二代的喜好，故意迎合他。两人随即成了好基友，搬到了一起住，还一起写信给富二代老爹，骗他打钱过来，日子过得好不快活，一起唱歌，一起出海。几天下来，男主渐渐爱上了阳光、沙滩、海浪的有钱人生活，同时对富二代生出了别样的情愫。这天，湖底飘上来一个女尸，富二代看到之后脸色不对，男主发现这个就是曾和富二代调情的女人。原来这个女人被富二代搞怀孕了，但与别人订了婚，这在一个观念落后的小镇是不被允许的，所以才投河自尽。富二代觉得是自己害他自杀，有些愧疚。男主说 It's a secret between us, Dickie.And I'll keep it. 但富二代并不领情，还是担心他会说出去，就让他赶紧回美国，这让男主很受伤。两人最后一次出海发生了争吵，富二代说了非常狠毒的话：“你是一个寄生虫，吃我的，住我的，穿我的，你让我厌烦。”接着站起来抽男主耳光，骂他是3等公民，不停地说 You give me the creeps. Can't move with that like a little girl all the time. 男主失手杀了富二代，抱着富二代的尸体静静躺了一会儿后，一个人回到岸上，来到酒店准备拿行李跑路，谁知酒店前台错把他认成了富二代。这时男主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，既然自己最厉害的本领就是模仿别人，何不将错就错，变成富二代本人，就此开始了另一段人生。男主为了不让人知道他杀了富二代，就制造了富二代还活着的假象。他最擅长伪造签名，先是伪造富二代的签名，给他的女友阿花写了一封分手信。恰巧阿花刚跟富二代提了结婚的事，觉得是这个把他吓跑了，便信以为真，再用富二代的身份入住一家酒店，假装他还活着，接着用富二代的签名多次在银行取钱。本只有一件衬衫的他，现在买起衣服来可以豪气地说2件都要，还租下了一个大房子，按自己的喜好装潢布置，过上了跟富二代一样潇洒的日子。逛街的时候，男主遇上了一位富家千金，他从容不迫地以富二代的身份与他交流，轻松把他泡到手。两人去看歌剧，在中场休息的时候，男主遇到了阿花，事情有点棘手了。阿花眼里他是男主，千金眼里他可是富二代呀。两人要是碰上了，自己的冒牌身份铁定暴露。阿花不放他走，一再让他说出富二代的下落，可富二代已经死了。男主神态躲躲闪闪，怕千金这个时候找过来。突然灵机一动，想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，让2个女人自己解决这个问题。这边跟阿花说第2天在咖啡馆见，之后迅速脱身，那边对千金说我还爱着前
女友阿花，和你的关系不能继续下去了，明天在咖啡馆好好告别。约定时间到了，男主躲在远处观察，没有露面。千金是个没心机的千金，以为自己被富二代爽约抛弃，偶遇阿花之后，一顿说富二代很爱你，你一定会嫁给他的。阿花得知昨晚富二代与千金在一起之后，也明白了，原来他是因为带着小姑娘，所以才不与自己见面。这一出之后，富二代在他们眼中就还是个活人。男主顺利躲过一劫，并继续他的有钱生活。可除了富二代女友之外，富二代的跟班小胖也知道男主的真实身份。多方打探之后，小胖找了上来。进门一看，这大房子根本不是男主一个穷小子住得起的，肯定是与富二代同住。但这装潢又实在不是富二代的风格。敏锐的小胖察觉到不对劲儿，知道一定是男主冒充了富二代，眼看就要穿帮了。男主拿起石膏像砸向了小胖的脑袋，然后假装扶着喝醉的好友开车出去抛尸。上车前碰到路人，男主拿出了他的另一项技能，他不仅能模仿别人的签名，还能模仿别人的声音。于是就一个人装出富二代和小胖两个声音对话，让路人以为他扶着的是一个醉汉而不是死人。但很快小胖尸体被发现了，警察找上门来。警察按之前路人的口供，认为是富二代杀了小胖，于是他伪造富二代的口吻，给自己写了一封信。信上说男主是他最信任的人，并承认自己让一个女人怀孕，害得人家自杀，还杀死了小胖。他无法面对这样的自己，决定自尽。警察拿到这封信后，认为富二代这是畏罪自杀了。接下来男主的演技时刻到了，他冲着警察发火，说你们竟然偷看富二代写给我的信，太不要脸了。其实就是他自己写给自己的。警察也不好意思，觉得之前是误会他了。这样一来，两桩命案全都摆脱了嫌疑，实在是牛逼呀！富二代畏罪自杀的事传到了他富商老爹那里，老爹赶紧带了一位顶级私家侦探调查真相。他发现事发之后，儿子从账户里提了一大笔，这很蹊跷啊！既然都要自杀了，还取钱干嘛？显然没自杀。而富二代的女友阿花也不相信男友会自杀，并在男主的家里找到了男友的戒指。根据女人的直觉，她怀疑是男主杀了男友，于是就向男友老爹告了状。这样一来，男主危险了。接着，顶级私家侦探出场了，他搬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，你小子根本没有上过普林斯顿大学啊！坏了，男主想这下瞒不住了。侦探接着说，你知道富商为什么把儿子送到意大利来吗？因为富二代确实有暴力倾向，当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差点打死人。我查到那个意大利姑娘自杀前已经怀孕了，显然就是他干的好事儿。小胖的车牌也在富二代家找到了，富二代压根儿不是畏罪自杀，而是畏罪潜逃了。而他女友阿花是个被蒙在鼓里的小姑娘。富商非常欣赏你的忠诚，一直保守秘密，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对任何人说起富二代的这些事。哇操，这顶级私家侦探一出手，竟然帮男主自动洗白了，全都严丝合缝，滴水不漏啊！男主不仅没事了，还拿了不少封口费。接下来男主和一个帅哥对上了眼，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，看着浪花。用男主自己的话来说，此情此景，夫复何求啊！你是不是觉得画风有点突变？其实在失手杀死富二代前，男主还向富二代表了白，因为没被接受才发生了争吵，以致悲剧。在船上，男主又遇到了之前那位富家千金，再次捡起了富二代的身份与他攀谈。现在男主的麻烦又来了，在帅哥面前他是自己，但在千金一家人面前他是畏罪潜逃的富二代。要想自己的身份不被穿帮，帅哥和千金一家人就无法同在这条船上，也就是必须杀掉一方灭口。可千金一家有5、6口人，而帅哥就一个人。于是回到船舱，在帅哥对他说着情话的时候，男主闷死了他的爱人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男主可以回到借普林斯顿校服的那一天，抹掉所有一切，他会义无反顾的回头吗？很难啊。男主的处境跟今年横扫奥斯卡的寄生虫一家人很像，都是通过伪造身份进入了富裕家庭，最终主人公的行为因为身份暴露的风险而逐渐走向极端。同样底层出身的男主没有资格谈论理想，当一次偶然的机会闯进了富人的生活，滋生了他对上流生活近似疯狂的留恋和贪婪。因为自己的天赋，一步步迷失在亲手打造的迷宫中，精心说出一个又一个谎言，害怕暴露自己的冒牌身份，又杀掉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人，只为维持那些不属于自己的美丽泡沫。伪造身份，最终被身份绑架，沦为自己长久以来渴望生活的傀儡，与真实的自己渐行渐远。这样的人生是他希望的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